你帮我看看这5斤多银元值不值3万啊？我这个朋友他太不靠谱了啊！放我这10年，叫我3万块钱的账抵了。5斤多银元应该有100块了吧？抵3万的账也不会赔钱。来，我看看都是啥来。正好是100块啊！放我这10年了。嗯，我这连真假都不知道了，你帮我瞅瞅去。这心真够大了呀！这放家了10年，竟然没检验真假。不过还好吧，我看你这100块银元啊，真假是完全没啥问题。没问题就行。嗯，我朋友10年前放我家来了。哦，现在他都出国了，他把这事给忘了。你看看我能赔多少？赔钱倒是不至于，毕竟你这个数量啊有那么多，我看这里边币种还是挺多的。我就随便拿一块袁大头，以这种袁大头为例，这100块的话，轻轻松松也抵债了。更何况你这里边还有龙阳，哎呀，这龙阳现在价格可不便宜啊，毕竟这10年也算利息了吧，给你。不赔钱就行啊。我正好我邻居这几天准备嫁闺女，他想3万块钱全部买走。3万买走，那算是捡个大漏啊！现在随便市面上100%买不到这么便宜的银元，这100块的话，3万一块才花300啊！我感觉价钱可以了，5斤重的银，一颗不到10块钱，只要不赔钱都行。那你不能这样算，银元虽然说是银子做的，但是好歹它现在也是无机文物了。那过去发银量它就那么多，你看银价现在你压根儿你也买不到啊。都邻里邻居了，这不赶着了吗？那是，他嫁闺女正好有需要，反正我也不赔钱。那拿银元当嫁妆太正常了。但是你看3万借10年来说啊，这个你卖3万的话，你都算你的资产缩水了。再说你这一堆100块，这10几万，我感觉轻轻松松啊。10几万？对呀，真有那么多啊？那确实有。你可别给我开玩笑啊！真值3万以上，我肯定不会卖给我邻居。100%超3万以上，因为你这大多数啊都是袁大头，咱就按通货大头来算啊。你这些我看了，壁面都是无伤无戳，咱抛开板不谈啊，就谈3、9、10年这3个年份，1块300根本就不用想，因为袁大头它是银元里边最基础的银元，现在市面上需求量很大。我给你看，1000一块，这100块轻轻松松10万块钱没商量了吧？10万？对，那这价钱可喜欢人啊！那确实，这随便一估就10万，我这也相当于净赚一大半啊！你赚一大半是理所当然，毕竟你是一个老好人，朋友借3万借10年，你不要任何利息，这样的朋友说实话太少找了。袁大头算是比较小众的了，里边这里比大头说实话贵的就是这些龙阳，龙阳里边最贵的其实就是这种赵总，龙阳3剑客之首。你看你这个壁面无伤无戳，字口又非常清晰，而且还带点包浆，打个盒子带粉，这都是好几万的东西。那一个都能3万？对呀，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我这个朋友也够实在的啊，给我留这么多好银元。说实话，你比恁朋友更实在，因为10年前啊，像这些银元，说实话100块也就是2、3万块钱，主要是赶上了这些年的涨价，剩下的这些龙阳咱都不细谈了。你像这广东、四川，包括江南龙，这都属于地方省龙，哪一块说实话，现在你看行情来算的话，哪一块都得好几千块钱，没几千也下不来。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肯定不能3万给我邻居了。这放着钱，你说谁不要啊？那你说了也是嘞，关键是你跟那邻居都谈好了，你不给他也不太合适，毕竟人家现在嫁闺女了，你要不卖，你得给他找个理由啊。我看你这人怪实在，我都给你搁这儿了，都搁这儿，然后你回去你得跟那邻居好好的解释解释了。这样子，我给你挨个挨个的全部都统计一下看看，因为你这里边的银元太多了，说不定还有其他班嘞。好，老板你看着算。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大娘，你这里边装的啥？你拿出来我看看呗。我放2块袁大头，跟你的不一样。我看你怪实在，我拿出来叫你看看。哎呀，还真别说，这2个带高帽的呀，它都是袁世凯。这2块和我们常见的那个袁大头区别很大，一块共和，一块飞龙。20年前我都跟你的比了，跟你的大不一样。那是嘞。20年前你也给我出价钱出了一块给我5万，我嫌少，我没有卖。那是嘞，20年前的话，共和飞龙也都这个价格，
一块可能也都1、2万块钱吧。因为这个银元啊，它是军阀币，那时候军阀币的价格很低。我看你这2块银元状态不错，那你现在想卖多少钱？我现在它1年涨1万嘛。这22年了。这不得40万块钱吗？大家说实话，一块25万，你就按照现在你这个品相来报价啊，一点都不贵。我看你这2块银元品相非常好，壁面没有一丝的这个流通痕迹，可以说啊，就像是新做出来的一样。而且你这个褒奖还是环彩褒奖，这种褒奖啊，在银元里边是最贵的。如果2块银元对的话啊，这50万块钱，说实话，太便宜了。你看你这老板啊，那人家买件都说便宜了好啊，你这嫌便宜，那你要是嫌便宜，你一块带给我加几万。哎，大家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啥吧？因为按你刚才算了，20年前有人给你报5万，你现在要50万，这价格确实不高。因为这个银元啊，它现在这个能卖多少钱，完全是看它这个存世量和它这个品相。你这2块银元，说实话，它不是一个档次的。同样是袁世凯戴高帽，这个恭贺，说实话，它这个发行量是比较多的。这个飞龙呢，它这个做工更精致一点。他们俩同等级的话，这个分数一样的话，价格能错一半。我都好奇啊，你这俩银元搁哪弄的呀？20年前我给你换了4块袁大头给你换这2块，4块袁大头给你换2个这人家咋愿意了？你还不愿意不愿意。等到给他硬换了，这才换过来。人家还不乐意这就对了，大娘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你这2块银元可能是被骗了，我看这东西不对。你咋能会骗了我呀？这哪管骗着我了嘞？你的意思20年前没假东西？你咋管20年前哪有造假来嘞？哎呀，大家你先别激动啊！你别说20年前，说实话，这种造假啊，从民国那时候都已经开始了。现在有很多这个老年人手里有很多这个银元啊，都是民国那时候造的假，就是老假，因为他们都不认识，在手里边也是放了几十年，和你遇到的情况一样。我来告诉你假在哪吧，这俩银元是材质是银的，你听声音。可以听出来是银的没问题，但是这个假币做工有限啊，你看就看它的边齿吧，你看多厚，以前做了这个边齿很一般，再加上它这个褒奖很假，你都是再放20年它还是假嘞。再放20年还是假嘞。对。那你说这叫你戳着我了。那这个肯定是被别人忽悠住了。那你别讲弄那这是4块银元换的，他管值多钱嘞？你说？大娘，这种银元啊，它其实就是假币，就是真银假币。你这4块银元，如果当时不换的话，4块袁大头好歹也得卖个4000多没问题。这假币的话，也都是1个银子的价钱，几十颗银子，100-200块钱嘛。100-200块钱。对。那我不能卖，我等着俺儿回来了得。那没事儿。一般像这种假币，我们是不回收了，因为它是属于现代造的假，它还不属于那个民国那时候造的假。如果说是民国造时候假，那就是属于私铸了，别说卖个几十万了，你最起码卖个几万没啥问题了，对吧？是的呀。等孩子回来吧，等孩子回来再说吧。我再放放。再放放。上个月的时候，有一个女子抱着一箱货来了，打开里面满满的全是金钞，说是自己12年前下班路上捡的，当时也没有太在意里面是什么，往储藏室一放就把这个事给忘了。还是最近孩子调皮，翻箱倒柜拿着玩才想起来，这些东西就给我拿来了。我这一看竟然全是2克的金钞。据这名女子回忆，这箱是12年前下班路上捡到的，当时因为是下夜班，自己实在是太累了，也没看里面是什么，往储藏室一放，第2天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这一放就是12年，最近孩子调皮，翻箱倒柜才把这个东西找出来，女子才恍然想起，原来是12年前捡的。打开盒子，里面装的都是2克的金钞。我拿着2克的金钞仔细看了看，这些金钞都是用黄金做成的，非常的薄，但是它的含金量是4个9的，重量也达到了2克重。这种金钞就是用黄金材质做成的，像钞票一样的艺术品，外面套了一个亚克力包装，因为是黄金材质，所以放了12年之后依然没有氧化。
看上去也特别的新。有意思的是，这位女子12年前捡的金钞，上面印的也是金牛。因为我感觉12年前就没有这种工艺，我在怀疑她究竟是不是12年前捡的。经过我这一推敲，女子就实话实说了，她说并不是12年前捡的，是昨天才捡的，今天就拿过来鉴定，问我回收不回收。说实话，按照我做生意的原则，不是你本人的东西一律不要。我打开箱子给她数了数，整整是100张金钞，除了孩子弄丢的那一张，就剩下99张。按照现在黄金的价格来核算，这一箱金钞，它的价值达到了7万多。我说这不是几块钱的东西，这是几万块钱的东西，别人丢了肯定非常着急。我建议你赶紧回去找失主。女子经过我这一分析，连忙答应要物归原主。最后还是给大家来普及一下金钞，它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黄金工艺品，它的材质是4个9的足金。很多朋友问，这种金钞能不能换购我们平时戴的黄金首饰？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的含金量能够达到4个9，比黄金首饰含金量还要高一些。如果在市面上能够看到这种金钞，希望大家能够对它们多一些了解。来啊，你拿最上面这一块。咦，你这银元还不少了，只让我拿一块，这是啥情况？每个月1号我就准时卖一块银元。哦，家里边总共就存下来这500块银元，我算好了都。够我这40年花了衣食无忧。你这账算的没毛病，一个月拿出来一块，确实够你吃喝40年。你还别这说，你这个银元还真不错，全身大老黑的包浆，龙鳞字口各方面还都挺好。这是一块短尾，这家里边一下子能传几百块银元，这看来恁家在过去是大地主啊。还真被你猜着了啊！我在俺家这属于4代单传了。哦，以前家里都是特别有钱，到我爸这一代没着了，家里没钱了。哦，也不怕你笑啊！我到现在连媳妇都没娶呢。哎呀，我看你这年龄估计得有40多了吧？有，今年47了。47还没娶媳妇儿，肯定是你挑剔的还很。你说恁家里边没钱，恁家都传500多块银元了，你还谦虚啥呀？按理说你这个年龄的话，当时下彩礼应该很便宜啊，大概也就几千块钱的样子吧。那时候差不多也就2、3千块钱吧。哦，关键是当时我家里没钱，一有一就被给耽搁了。那是嘞。那时候我主要是还不想结婚，你知道吧？哦，当时初中没上完，我就买个电脑，在家玩游戏嘞。我看你这年龄啊，说实话，你这典型的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几千块钱的彩礼你都嫌贵，怪不得你娶不到媳妇儿，这是有原因的。再说你当时初中毕业在家头玩游戏，你这是自我堕落的第一步。说1000道1万，你就不应该在家里边玩游戏，出去学个手艺，说实话也不至于现在没结婚啊。玩游戏不挺好的吗？不结婚省得出去打工了。哦，我现在就是一个月卖1块银元，那够我的日常开销了。那是把这500块银元卖完了，够我7岁之前花钱，这都没啥问题嘞。你这规划的确实挺好的，卖500块银元，靠他们玩上个40年。关键是40年之后咋办？你不是说恁家4代单传吗？你这不结婚的话，那就相当于无后啊。这银元他也有卖完了一天啊。你这不属于皇帝不急太监急了。我现在什么手艺也不会，过一天算一天嘛。大不了银元卖完了，我这以后再出去找工作呗。哎呀，你看我这银元值不值2000吧？你看看。年龄越大，工作是越不好找。听人劝，吃饱饭。我还是给你看看银元吧。你这是34年的北洋短尾龙，2000块钱在市面上肯定买不到这种品相好的。即使啊，那种带戳带伤的，怎么着也得2000大几。这种北洋龙啊，说实话比较常见，一般我们见到的都是长尾，而你这个是短尾，所以在板上和普通的北洋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关键是它的品相，就像我们常见的都是那种有流通痕迹的，而你这个相当于是未流通状态的，龙鳞、字口这都属于全身的，所以品相非常好。再加上你这个包浆也比较特别，全身属于很少见的这种大老黑，在这个银元里边啊，也算是锦上添花吧，让人爱不释手。短尾啊也有很多版，细看你这个，还说实话还真是纯实量的短尾途金啊。就目前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至少能给你开到5个2000块钱。1万吗？对呀，
乖了。说实话，老板，你给的这个价钱真好。别人只给我2000，没想到你给的价钱这么实在，太令我开心，太激动了。说实话，你这个状态还是真不错。给你2000那都是给你胡蒙的价钱。段位啊本身就少，现在都是看品相，一比一价报价来。如果你真拿出来一个差评，说实话，那肯定是差评的价钱。那这都给你吧。这下子够我花几个月了吧？那是够花几个月还不是关键，主要是你还得听劝，少玩点游戏，趁现在年轻有钱，学个手艺啊，上个班更有希望。那你就别管那么多了，我啥都懂。那好吧。我今年过70大寿。这是俺3双媳妇一人送了我一个礼物。我叫你帮我看看到底哪一个好。哎呀，你这老太太还真是有福啊！这3双儿媳妇送给你这个礼物啊，都很有纪念意义。东西无论好坏啊，都是孩子们的一片皮孝心，真没必要去比较哪个好哪个不好。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这个知足者常乐嘛，何必在乎哪个好，去自寻烦恼嘞？我也是，不打完卖。我都是叫你给我看看到底哪一个值钱。你这是揣着糊涂装明白啊！钱财乃身外之物，孩子们有这样一份孝心就行了。你这不卖，何必在意他们的价格嘞？再说这3样东西，战刃银元、1公斤的银砖，还有一个这个金币，这3个分别材质不同，区别还是有的。很明显啊，没有可比性啊。你都是不说，我也知道哪一个便宜哪个贵。我最看不起的都是这个小家伙，血不溜秋的，还难看，还不好看。说实话怎么着都是他不值钱。这个哪个便宜哪个贵啊？以你这种眼光去看他们，这结果还真有大偏差。我给你来解释一下，这块是五彩包浆的战刃银元，因为它外边有一层黑不溜秋的包浆，才能多卖一个好价钱。银元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要看它个头小，它的价值啊可不是按银子重量来算的。这个战刃银元是英国最早进入我国的贸易银元，它的发行量堪比袁大头，做工你看很精美，是否值钱得看它的年份和版 ，C 版和这个稀少的年份决定它的身价，而你这个是普通的年份，贵就贵在它这个包浆上面。像这种老五彩包浆啊，轻轻松松卖个2000多没啥问题。这个俺都叫我猜着了吧？血不溜秋的，我怎么着都是他不值钱可是俺大儿媳妇对我好，给我买个金币。无论多少钱吧，说实话，这也是他们的一份心意。像这种老五彩的银元啊，比较难越放啊，将来潜力还是比较有的。说到你这个金币的话，说实话你也不要太认真啊，这表面看上去确实是黄澄澄的，给人一种金币的错觉。你看一下，这个其实是上海孙中山故居管理处发放了一个赠品。你想一想，赠品就是人手一份只要你去到那个地方，他都有可能会送给你。做工确实也挺精致的，也算是一个纪念牌吧。这个如果要是黄金呢，说实话这得有几斤重啊，按现在的金价估价得有几十万，这好歹啊也算是一个纪念品，你就全当它是黄金呢，放到家里边留着玩吧。咋还都是全当它是黄金的？那黄金都是黄金黄金到啥时候都是黄金这个黄金呢，它没有几十万我还真不卖嘞。哎呀，这个具体价格咱就不过多的讨论了，你记住一句话啊，黄金它永远不会氧化褪色，你再放一段时间，最主要是看这些地方如果说褪色或者变成其他颜色了，到时候你找路边的那个金店的师傅帮你看一看。你要说你这3个里边最贵的其实就是这个1公斤的这个银砖了。这种银砖它的价格是最直观的，你就打开网站去直接看当天的银价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银价非常透明。今天的价格是5.2块，你这1公斤的银砖它就是5200左右，买卖可能会有一些差价，也就是买的时候贵一些，卖的时候便宜一些。我看你估价也不靠谱。你贵的你说便宜，便宜的你说贵。我也不能完全听你的。大姨，你不卖我也不买，我帮你估价也是纯粹是按照当前的市场价来说的。就拿你这个银元来说吧，你这是一块战刃银元，2000多，没啥问题。如果是一块军华币价格好几万都有可能，因为你对他们的行情不懂现在
你也不准备出手。当你准备出手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行情，对比一下，到时候你啥都懂了。你这3个耳机味都不错，东西无论值多少钱吧，好歹也是一个纪念品，放进来就行了。哎，好，我还放着，我还不卖。好。俺哥借我5万块钱，借3年了啊，1分利息都没给我，都给我这3亿元，叫我气的好几天没睡着觉。睡不着觉，你先别生气，这借钱能把钱还给你，这不是又多给你3亿元？这按理说你应该开心才对啊，咋还睡不着觉嘞？现在别人借钱是不是都来付利息？那对呀，更何况我整整借给他3年了。啊，那是你给别人借钱的话，确实得付利息。5万块钱的话，3年也得给个几千块钱的好处费。关键是这借钱了不是能清格吗？何况他又给你3亿元，不是搁这盯着了吗？亲兄弟明算账的，一码归一码。提起这3亿元我都生气。银元不值钱啊，银元不值钱，我听明白了，你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人，认为能哥给你这3亿元，还不如给几千块钱的利息，是这意思吧？是的呀，银元才值几百文。以前人家有，孩子小时候我都给他加工做手镯了，还倒贴钱嘞。哎呀，你这个倒贴钱用的比较有意思。过去人确实是不懂银元，很多人都拿着这银元给孩子加工银手镯，倒贴钱就是给师傅的那个加工费。那时候银元确实是不值钱，可能也都是几十颗银子的事儿吧。何止那时候不值钱，到现在也不值钱。银子稀烂，便宜几块钱一颗。现在银子确实是不值钱，但是银元它这个存世量是越来越少，可不是几十颗银子那么简单了。我想问问你，你感觉这仨银元现在能值多少钱？这一个不都100毛，3个也都300块钱，我都气这嘞，给我300块钱给打我脸上。哎呀，你对那哥真是误会了。他完全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因为你对银元这个行情啊不懂，不知道他们是吧？现在能值多少钱？我还是那句话，值多至少我都生气，要给你都多给点呗。几百块钱算啥呀？好嘞，亲兄弟明算账，你也别一脸的不高兴。这3块银元啊，一眼开门，确实是过去的这个老银元，每一块都是26克多的银子，它这个含银量说白了还不是100%。只有90%的银子。如果说按银子算的话，100块钱一个确实了不得了。但是你这3块银元，我刚才仔细看了，它这个品相好啊，100年前的东西，你看你放到现在你看你保存的多好。壁面说白了，除了有这个少许的这个包浆之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流通痕迹。你细看的话，这没什么斑。但是现在银元分版分的比较细。你说白了，有时候一块带斑的，能错几百块，那都很正常。带斑还错几百毛？对呀，一块银元才值多少钱？你也别着急，你看我这话都没说完。还是那句话，银元能值多少钱现在完全是看状态。说白了，像你这种壁面无伤无戳、无磕无斑，现在市场价至少卖1200一个，完全没问题。你这3块的话，保底说白了都3600块钱了。3600？对啊。我感觉不值，几十颗银子卖3000多，你，谁买？你感觉不值？你看你这话说的，刚才给你讲半天了，你又扯到这个银子上面来了，因为银元比较少，它是不可再生的东西。你这3个说白了，品相又那么好，喜欢玩银元的，说白了，他可不是说买20多颗银子回家，他是看它的品相，人家买回去就是收藏了，明白吗？他是长线投资，明白？反正我是不喜欢这个。3600吧。话又说回来，俺哥这人真不赖啊！没想到他会给我留那值钱的东西。对呀。知道没想到他会值那么多钱。说到底你还是对这个银元不懂，思想观念对银元的认知，还停留在以前那个时候。最主要你是对那哥产生了误解，那哥是确实是一番好意，用你5万用了3年，确实给你利息了。你说的对，俺哥送我这3亿元，我还一脸不高兴看在钱的面子上，我还原谅他。哎呀，误解解开就好了，都是亲兄妹，你别让这个身外之物困扰你们就行。你这3亿元我给你留下吧，你回去给那哥打个电话道个歉，好吧？好，说的对，好。卖你几块大豆，还是买这少的吧。天平天价，我就叫这少的卖给你，200块钱一块，我都需要1600块钱。就这200块钱一块，
叫我说懵了，啥意思？你可别忽悠我，我跟你说，俺家以前是地主，我20块钱一块也卖过，50的也卖过，100的也卖过，现在只不过银子涨价了，我再跟你要200块钱，知道吧？200块钱一块。对啊，哎呀，我跟你说，哎，小兄弟，你这我看你今个拿了有50-60块银元，我有70-80的，我都现在少了卖给你，我现在刚才都说过了，都差1600块钱，就差1600。说实话，你这些银元，我先不看版，就看他这个褒奖，这种褒奖是属于过去的老五彩褒奖，老五彩褒奖在银元里边是最难形成的，这种褒奖比较少见。说白了，无论什么样的银元，我们都喜欢这种褒奖。你说200，说实话我有点懵懵的，咱都不说其他的，咱都说这种褒奖都用到那个军阀币上有时候这个褒奖比军阀币还值钱。具体能值多少钱，咱一块一块的来看，好不好？行，可以。好，你可以看仔细，我跟你说，你也听说里边说的还有版啥的。对，先来看第一块，这个甘肃版大头。这个甘肃版里边之前的有很多，像曲笔铭、落叶、长缨之类的。但是你这块细看字体的话，你看一下，字体的话是属于加粗的字体。这种加粗的字体比普通甘肃版大头要粗。其实粗字甘肃版有2个版，一个是粗字，一个是中粗字2种，还有很多暗记在里面。就像这个石口铭对吧？背下山猪然后还有三眼皮之类的。这太多了，而你这块就属于中粗版甘肃版，要比普通的甘肃贵300到400。目前你这个状态吧，我看最低能给到你2400一块。2400？对。老板你别说了，我都想试试你的，我故意跟你说200块钱一块。你要说真是200的话，我扭头就走。200咱也不胡扯对。接着看你这个，这是里边唯一的一个9年。9年分9种，9粗和9精。9年是所有大头里边做工最精美的，它们主要区分主要是背面的这个甲褐9精的甲褐是小甲褐，第2个脉芒为 B 口，9点钟方向缺一小内刺。头发它这个雕刻的是一丝一丝的，立体感比较强。9种的头发属于中粗，字体呢这几个字要比9精要粗，包括那个9粗。它这个头发更粗，字体显得更粗一些。看你这块的话，应该是属于9种，和普通的这个大头价位相当。1030。那可以。对，1030。你这最后剩下的这几块就是3年的大头。如果说这个3年如果说不带版，它的价位都差不多。3年大头里边贵的其实还是挺多的，像什么山东大扣所以说你检查银元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它的这个扣子，是不是独立的。如果是独立的特别显大，那就恭喜你就能卖高价能卖个就像这种状态能卖个1万多，完全没问题。检查你这6块的银元我都检查完了，说实话也没啥版，只不过是你这个银元有一个区别比，看一下，这个是脚上珠，你看这个脚上多出来一个珠。这种珠是那个铸造的时候出来的留印，也算是区别币吧，和这个普通的大头价钱都差不多。1400一块，给你算。1400。对。你都讲究它是老味道，老褒奖是吧？对，主要是卖个褒奖。好了，老板，我看你给点实在，这一块也叫你看看。这个看。对。这一块湖北龙带个戳字这个说实话，这个湖北龙带个戳，也比这普通的大头要贵。就你这个状态，整体状态还不错，给您意思一下吧，2000块钱，你看怎么样？都这个价钱，别人给我1800，1000给2000也多点200。行，那咱我给你算算还是呢？中，你给我算了。先我给你说说吧。上次有一位女子来店里，拿着90岁爷爷祖传的手表来估价。她说爷爷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干生意，虽说现在年龄大了，但是这块手表却是真正的稀罕物。她听别人说，东西是越老越值钱。因为爷爷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了，就让自己拿来替爷爷询价。我接过女子的手表一看，笑着说像某宝上面的手表。这位女子拿了一块老表来找我鉴定，她说爷爷今年90多岁了，给自己留下了一块好表，还说以前爷爷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干过一段时间的生意，这块表当时就在上海买的，一晃也是几十年了。女子饶有经验地告诉我，这块表很重，是机械的，你可以在手里拖一拖，只要是好表，
他就显得特别有分量，还着重说了一下当时买这块表花了很多钱。其实说到过去的老表，真正机械的表芯，但凡是外国进口的，再到现在确实有人要。女子帮我捋了一下时间，说爷爷现在已经90多岁了，当时20-30岁在上海买的，而且还是一块进口表，已经累积到现在，也算是一块好表了。我们俩说话的时候，他时不时的给我灌输，只要是过去的机械表，放的时间够长，能够放到现在，一定是值钱的。其实每个人认为自己的东西值钱，这一点思想属于自恋行为。但是我们说一样东西要看它的实际考量。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块手表的表带，一看就是近代的工艺，时间年限绝对不会超过10年。还有它上面有这个日历，大家都知道，真正的进口老表在50年之前是没有日历的。最让人拿捏不了的就是这块表的后盖竟然是透明的，足足的现在某宝上的产品。我说这块表除了过去的老年人喜欢戴，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人戴，这块表是没有任何销路的。你想卖高价我也不否定，但是你的东西再好再贵，只要有人买，你才能卖出高价格。他说现在爷爷年龄大了，眼睛也花了，这块表几乎是没什么用了，而且自己又不适合戴，只能把它变现了。我给他的意见就是这块表是现代的，建议他还是拿回家。最后女子悻悻地离去了，可能心中有太多不满，也可能我的辨别没有达到她的要求，或者是她自己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个价格。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懂，这块表就是现代的一个仿品。他说具体他爷爷戴了多少年，这个咱们也不知道，咱们只看东西，说实话具体能值多少钱就看物说价，其他一概不做评论。大家觉得呢？